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最近的大消息之一呢，就是英国政府宣布将原本3月底结束的印花税假期呢，延长到了今年的6月底。这意味着在6月30号之前完成房屋交易的朋友呢，你照样可以省下最多15000英镑的印花税。预计英格兰呢，约有30万原本可能会错过印花税假期的购房者呢，会因为这次的政策延长而受益。这个临时的假期之内呢，你在英国购买了不同价格的房产，你是首次还是多次购房者，分别可以省下多少钱？可以点击简介下的链接了解更多。我之前讲过啊，在英国买房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完整的流程走完，也就是拿到钥匙来算，平均耗时呢是15周，也就是差不多3个半月。而因为意料之外的状况呢，拖车1年半载也不稀奇。所以打算计划刚刚开启买房之旅的朋友呢，如果你想要赶上这趟印花税的末班车，接下来的几个月呢，你需要卯足精神，保持高效率，与各路神仙过招，为了省钱跟时间赛跑。所以本期的内容呢，简明扼要：一、快速梳理英国买房的时间进度表。无论你是打算未来几个月搞定呢，还是计划将来买房，我觉得这都是你需要了然于胸的。二、解释各个环节的关键事项，也就是这个环节最重要、最容易耗时的事情，你需要与谁如何配合，以避免在这个环节被迫浪费时间。本期买房时间表呢，非常适合与我的英国买房血泪史这个系列呢搭配观看。那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在英国买房从无到有你需要经历的7部曲，分别是1、前期准备工作，签证、首付款、贷款文件准备；2、找房；3、出 offer；4、搞定贷款申请；5、找律师完成合约部分；6、房产调查；7、合约交换顺利入住。为了让大家对买房时间进度呢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我把它归纳成了4个大的阶段，分别是1、前期准备；2、找房出 offer；3、合同前期准备工作；4、交换合同拿钥匙。来看第一阶段，你可以提前半年就开始准备，但是在你真正出门看房之前呢，你最重要的是要拿到 AIP， 也就是 Agreement in Principle。一旦你正式的跟银行或贷款机构联系，你差不多24小时之内就可以拿到。有些银行呢，它提供这个在线填写的服务，你可以当场拿到。关键点，如果你是要贷款买房，那拿到1份或者是几份的 AIP， 不仅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可以考虑的房价范围，也助你在接下来的看房过程当中，你的 offer 呢更容易更快的被接受。因为在卖家跟中介的眼里呢，你相当于有了一份潜在的银行背书，但是一定要谨记 ，AIP 本身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益的，所以有 AIP 和搞定贷款是2回事。第二阶段，找房出 offer 并且被接受，这个阶段所耗费的时间呢是几周到几个月，其实是依据个人的情况来决定的，同时也取决于当下市场的情况。我们呢是去年的10月底开始看房，一直到11月底选中出价offer 被接受，前后大概经历了4周的时间。关键点1是大量看房，谨慎出价。那如何砍价？关于英国房子它的挂牌价跟最终成交价的这个数据对比呢，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尽管出价本身呢是不需要任何的成本的，但我还是强烈建议各位呢，只有在遇到了你真正考虑入手的房子的时候呢，你再出手。如果你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参与，那你 offer 被接受之后呢，你有反悔，反复几次就会导致中介呢他怀疑你的购房诚意，这也会影响中介再向你推荐新的房源，以及向房东推荐你的 offer 的这个积极性。 I don't trust these guys， 也耽误你尽快的找到理想之家的这个时间进度。关键点2 chain， 如果不是 chain free 的房子呢，你在看房的时候就要关注这个情况，因为这是最可能耽误你的时间，并且可能让你最后买不成房的一个因素。根据调查显示呢，这边的10个房屋交易当中呢，有3个最后都是因为 chain 的原因而黄了的。我觉得一条绳上的蚂蚱呢，是对 chain 这个情况最好的一个形容，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能顺利成交，是由同一个 chain 上所有的买家卖家他们的进度跟状况来决定的。在交换合同之前，你这条 chain 上一旦有人他退出或者是拖后腿，你基本上是无计可施。 Can't touch me， Can't touch me。 所以基本上3家以上的 chain 呢，你就需要警惕了。那当然，另一方面，如果你本身呢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你不需要把房子卖了你才能够买新房子，那在这个市场上呢，你本身就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大家都希望在印花税假期截止之前呢，把这个交易给搞定。别忘了，中介呢是整个过程当中贯穿始终，而且熟悉买卖各方的人，所以你要时刻跟他们保持联系，了解一下 chain 上有几个人，目前处于什么样的进度。所以一个不专业又懒惰的中介呢，他是会拖大家的后腿的。关于 chain 的更多的信息解释呢，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找房看房记》。offer 被接受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聘请律师了，因为接下来呢就是合同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是最需要保持冷静高效的漫长阶段。因为接下来呢，你需要与包括你的律师在内的不同人、不同机构对接，推进几项事情。第一就是 inquiries 询问，第2 mortgage 贷款，第3 search 搜索，
第4 ，survey 房屋调查 ，inquiries 这一步呢，根据复杂程度，通常是耗费1到4周的时间。你的律师在起草合同之前呢，他需要对方的律师提供一些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些资料跟文件，这就是所谓的 inquiries。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因为对方的律师拖延，你可以通过联系中介施加压力，让卖家给他的律师施加压力，加快递交文件。但是也要小心的是，你的律师效率过低。比方说我们找的律师吧，他在12月8号的时候呢，就已经收到了对方发来的文件，但是这中间的2个多星期都没有跟我们联系或者是更新，一直到24号的时候，我们突然间收到他给我们寄来了一封信，然后询问我们，如果要继续推进的话呢，就可以做 search。那像这种传统低效的方式，显然不符合我们在时间效率上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迅速果断的更换了这个律师。Not to mention my extensive fees, which第2个关键的事情呢，就是贷款。当你在催促你的律师去准备 inquiries 这一部分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开启你的贷款申请了，因为钱没有搞定，谈什么买房子？从递交贷款申请呢，到拿到这个批准的文件，一般耗时呢是21天，快的呢2天就可以拿到，慢的甚至1个月呢都搞不定。这个呢是因为你个人的资料准备以及你的身份财务状况而面对不同的情况。因为政策的刺激，英国的房市大热，导致这最近的大半年来呢，贷款申请的人数激增，而且出于对经济跟失业率的这种不确定性，银行又收紧了它的这个审核条件。所以关于贷款呢，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就是建议你找专业的 broker 帮你快速的筛选这个市场上适合你的产品，省时省心省力。第2就是银行最终批准的这个贷款呢，它是有效时限的，通常是6个月。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有效期限之内呢搞定这个交易，你将来还需要的时候呢，你就要再次申请。关于贷款手续、文件准备以及如何寻找到一个优秀的 broker， 请参考我之前搞定贷款的这期。下一步呢是 search， 考虑到 search 呢要花300英镑，而且不可退款，所以你可能会比较想问，到底什么时候做 search 呢比较合理？通常是建议呢，在你贷款申请的这个文件递交1个礼拜之后，因为贷方呢通常需要1周的时间来审核你的贷款资格跟相关文件，然后将你这个 case 呢交由银行或者是贷方机构的 underwriter 来决定。一旦你通过了第1阶段呢，你就处于这个拿到贷款的有利地位。当然，如果你本身对拿到这个贷款呢非常的有信心，或者是你很着急，希望能够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前呢尽快的完成这个交易，你也可以在递交贷款申请之前呢，就让你的律师开始进行这个 search。它是由你的律师呢向你所购买房产的这个 COSA 申请搜索报告，将检查诸如卖方是否可以合法的出售、环境风险、规划限制或者附近的建设计划之类的事项，以及关于房屋本身潜在风险问题的调查。前方警告啊，这一步呢，快的几天，慢的要长达半年，因为它完全由你所购买房产的这个 COSA 它的规定决定，除了等待，你别无他法。这也是很多没有提前做功课的买房者呢，突然间发现，哎呀，我被卡在了这里。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举几个华人买家钟情的区域，比方说在伦敦 Barnet 这个区域呢，你就需要30个工作日，而 Westminster 呢是45个工作日， Lewisham 是35个工作日， Tower Hamlet 呢是20个工作日， Sutton 是6个工作日， Croydon 是8个工作日。Hammersmith and Fulham 这个是7个工作日。有意思的是呢，如果你是在 Stratford 这个区域买房子，它有一半呢是归 Newham， 也就是花10个工作日，而有另外一半呢归 Hackney， 需要180个工作日。所以看我视频的朋友，如果你现在看的房子呢正好在 Stratford， 它又正好归于 Hackney 这个 borough 的话，但是又想赶上这个印花税的假期，我觉得你还是死心吧。Gotcha. Can't win, don't try. 再来看一下伦敦之外，那 Manchester City 呢，它是8个工作日。Greater Manchester 整个大曼彻斯特地区呢，最慢的是40天。利物浦10个工作日，伯明翰15个工作日，剑桥50，牛津是8个工作日。我会在简介里呢附上一个链接，快速了解自己意向购买的区域 search 到底要花多久。下一步呢就是 survey 房屋调查，通常耗时呢是5天。关键点，买房这个重大的财务投资呢，我觉得单凭银行做的这个房产估值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强烈建议你请专门的房屋调查人员为你排查风险，避免入手问题房屋。点击我之前的视频了解英国房屋10大典型问题，以及房屋调查它的重要性和大概花费。那么什么时候做这一步呢？建议你在递交了贷款申请并且开始做 search 之后。如果发现了重大的问题，你可以在交换合同之前据此重新谈判，或者是退出这个交易。关于房子的各项调查、买卖双方的信息、资料、资金这些审核都完成之后，律师呢就可以快速推进完善这个合同文本，准备进入交换合同这一步了。如果你买的房子呢是有 chain， 那么就需要这个 chain 上所有的人都推进完毕。交换合同拿钥匙这个过程呢大概是耗费30天。
合同上呢会写明什么时候交钱，还有 completion date， 也就是什么时候交房。两个关键，一个是确保银行呢及时把钱汇给你的律师，二就是如果你同时也是卖方，你就需要根据合同在完成日期之前搬出去，否则你可能会面临罚款，甚至是停止整个交易。从交换合同的这一刻起呢，你就可以长呼半口气，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买卖各方退出呢，他都需要赔付违约金。但是离冲刺呢还差半步，拿到钥匙那天，也就是合同当中所规定的 completion date， 是政府认为你完成本次房屋交易的日期。只要 completion date 在6月30号之前，你就可以呼出另外的半口气，因为印花税假期这趟车呢，你算是赶上了。以上给出的时间线呢，是基于 freehold， 也就是永久产权的房产。那关于 leasehold， 比方说像公寓这样的房产，它牵涉到的这种变化因素更多，时间上呢，我就比较难估计了。我给大家算了一下，只要你买的呢不是 Hackney 这种月球上工作效率区域的房子，以上的每一步在跟中介、银行或者是你的贷款经纪人、律师沟通配合的过程当中，谨记重要事项，提前准备，保持沟通，紧盯进度。从此时的3月初开始算起呢，在3到4个月之内搞定是极有希望的。而即便你错过了这个印花税假期，或是打算未来在英国买房，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时间表进行参考，多少还是有点帮助的。如果你是租着房在买房，那浪费的每一天，请把它折换成租金，时间就是金钱呢，朋友们，请牢记心间。好了，感谢你观看本期视频，如果有用的话呢，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Miss 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